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。今天我位于台北南区，位于安坑的达观。那这条是我们平常很常训练的路线。今天彼得潘就是来介绍一下我平常是如何做课表，然后也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自己也想练车，不知道如何做课表，或者是挑选一个适当的路线。彼得潘今天就会在这边达观这条上上下下做课表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做课表的一些心得，还有一些小诀窍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因为我这礼拜天要比96绕圈台北站，那绕圈赛是一个非常需要具备间歇还有无氧能力的一场比赛。等一下我一定会很喘，所以等一下再慢慢用旁白详细跟各位做介绍。那我接下来1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帮我加油 ，Go Go！ 今天的课表是备战96台北站的30-15间歇，就是做30秒的130% FTP， 然后休息15秒，反复做10组，算1大组，总共做4大组。1大组总时间为7分半钟，组跟组中间休5分钟。因此，我选在这条总长为3.5公里、平均坡度8%的达观路来进行本次的训练。好，第一组开始。你们觉得彼得潘的影片只会介绍我自己踩什么吗？当然不会。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安排你们自己专属的训练路线。看完这支影片之后，你绝对会对课表路线安排更有概念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们就再也不会错过宝贵的教学影片了。好，回归正题，我大致将课表的种类分为3大类：1. 间歇训练；2. 长时间区间训练；3. 冲刺训练。先从大家最常见的 intervals 间歇训练开始说。简单来说，你只需要抓住一个概念，就是大组与主休之间的比例。像是我今天的课表，1大组是7分半，然后主休是5分钟，但又考虑你回转的时间，假设扣掉30秒好了，上坡跟下坡的时间分别是7分半与4分半。这么说，下坡的速度只要是上坡的2倍，就绰绰有余了。最后一组，看到尽头了，5秒，加油！终于第一组完成，还剩3大组。如果看到这边，你觉得我给的建议对你很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帮彼得潘按赞、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想进步、想一起努力的车友。好，这边看每车就可以回转。执行我们这次的主休5分钟，然后又因为我下坡的时间很足够，所以基本上每次大组加主休之后，我都能回到我大组开始的位置，所以路线的选择也很多元，只要是7分半钟爬不完的坡，都可以是我做课表的地方。当然，你也需要知道你自己7分半钟在特定功率下爬坡速度大概是多少，但这就因人而异了。第2大组要开始喽 ，Go！ 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如果你有一天遇到主修比例比较少的课表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是这样，就比较复杂一点了。假设今天有个主修不多的中高强度课表，这边的关键就是要计算一组前进的距离是多少。如果你今天要做假设5组好了，每一组是12分钟，休息3分钟，总共做5组。用刚刚的算法，扣掉30秒的回转时间，你下坡的速度需要是爬坡速度的接近5倍，才能回到原点。如果你还是个人的话，通常不会想尝试这件事情，所以当主休比例比较少时，我会去计算每一组下完坡时比前一次前进了多少。这边要介绍一个好用的工具，叫做 VAM。VAM 是意大利文 Velocità ascensionale media， 缩写而来，意思是平均爬升速度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个小时内可以向上爬升几公尺。在5到6%的爬坡，我在这种强度下的 VAM 大概是1000到1200公尺每小时，换算成速度就是20公里每小时上下。
所以12分钟可以前进4公里左右。那主休期间，我如果用时速45来算，可以下滑 1.9 公里。换言之，我每组会前进 2.1 公里。但因为最后一组的情况比较特别，结束的时候你会希望在坡顶前把强度那组做完，所以要先扣掉最后的4公里。所以说我总共要做4组上坡加下坡，外加最后一组上坡，这样算下来需要 12.4 公里的爬坡。如果爬坡的话，在台北可能只能找阳明山了。如果你听不懂，没关系，这个影片是可以回放的，而且鼓励大家自己安排尝试看看，多做几次，人人都可成为课表大师。第3组，剩下2组。今天的课表已经进行过半了，体感也不错。今天完成课表应该是稳的。其余的2种课表就比较单纯，长时间功率训练只需要一个可以稳定输出的路线，像是路况好的平路或者连续的爬坡。冲刺训练只需要一个宽广的道路，让你能够安全无虞的进行，也就没问题了。最后一组，加油！开始。最后2组，终于人整个去了。刚刚做了4大组的间歇，是骑30秒休15秒的，哇，真的是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密密麻麻，密密麻麻，密密麻麻，超多组，真的快累死。小周加油！啊，太累了。哎，恭喜！啊，感谢感谢，加油！然后其实我们这个约起啊，就是同一条路嘛，我们就约定一个时间在山顶集合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自由在这边上上下下。所以不管你是新手还是选手，你都可以来参加我们 Cytoride 台北的课表约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分享给更多喜爱骑车的朋友们，然后再帮我按赞、订阅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欢迎用超级感谢请彼得潘吃个早餐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